日本的古都就是一本一本的故事书，翻开第一页后就再也停不下来，像是成瘾一样，忍不住想要看完接下来的篇章。京都，长达1000年的首都，保留了大量的古迹与传统，是日本的精神象征，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名片。奈良，比京都更早的首都，在佛教文化蓬勃发展的年代里，留下许多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镰仓，始于幕府的崛起，见证了武士道和禅宗的兴盛，为这座城市留下独特的气质。游览这3座伟大的古都，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路，不疾不徐，让灵魂和城市的韵味用自己的节奏融合在一起。穿梭在深厚底蕴的街道巷弄里，不起眼的角落可能藏着大有来头的史迹。带着寻宝的心态，偶遇惊喜的日常，走在古都里的每一步都闻得到名为复古的气味。既然推荐用走路的方式来体验古都，那我就以散策为主题，分享3座古都的游玩指南，从唯一或第一的特色及风景，到推荐的散策路线，再延伸到吃喝玩乐的体验。用双脚丈量历史，透过五感丰富记忆。现在就一起出发吧！资讯栏还有每个景点的 Google Map， 赶快收藏起来，编辑成属于自己的专属散策路线吧。西元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迁到京都，并命名为平安京，象征和平与安宁。从此便开启了京都超过1000年的兴衰迭起命运。京都是四面环山的盆地地形，夏天非常湿热，因此常会在观光景点听到防范中暑的提醒。京都四季的特色非常鲜明，春天是充满粉红色的樱花雨，夏天是铺满新绿的台原田，秋天是一片火红的秋叶海，冬天是一片苍白的雪领地。4种颜色刻画这座城市的无限富史，却创造了无数经典的画面。京都是仿照中国唐代西京长安城和东都洛阳城的建成思路，只是完成后叫做左京的洛阳发展比较好，渐渐成为平安京的代名词。这就是为什么京都被称为京洛的原因。平安时代开始，位在京洛核心的皇室生活区出现了洛中的说法。这区以京都御苑为核心，周围保留了许多寺院与古迹。从京都的正中心六角堂为起点，经过蓝瓶咖啡，顺着新京吉商店街往北一直走，经过隔堂行院寺，就会到京都御苑了。这条浓缩古时京都官员生活圈的散策路线，还会经过许多百年老店，像是300年历史的荞麦面店惠安河道屋，或是文具迷喜欢的鸠居堂，
是一条兼具气质和生活的悠闲路线。相较于洛中的概念，便出现了洛北的说法。洛北很大，从学生聚集的义城市一带，到郊区的大园及贵船鞍马，都算是洛北的范围。洛北的各个区域都适合变成单独的一日散策行程。例如以3000院为主的大园行程，从市区坐巴士到这里就要1个小时，还可以把旁边的时光院、保全院、莱茵院、极光院串在一起，1天走完，深度感受大园一带的古典风情。沿着成排灯笼阶梯而上的贵船神社，也贡献了一幅京都的经典画面。位在深山的位置，最适合和旁边的鞍马寺合并成一个一日健走行程，好好感受这一区的神秘力量。说到京都旅游，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寺院神社的古迹很多。分享一个小常识，日本寺庙神社最多的地方其实是爱知县，而不是京都。为什么京都会让人以为寺庙神社很多，而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呢？那是因为京都是由17处文化遗产所构成的世界级观光区，其中有16个是寺庙神社，超级强烈的特色及文化符号，让人直接就把京都和寺庙神社古迹画上等号。其实京都保留下来的不只有古迹建筑，还有许多文化传统，在观光的过程中一样能好好体验。许多超过100年的和果子店，以及日本唯一的和果子博物馆，唯一还保留的五季文化，在高级料亭还能一窥它的神秘。南边的宇治茶园是唯一的皇室御用茶园，出现在许多影视作品的千本鸟居，是世界难能复制的震撼景色。从美感的角度，京都的景点颇具特色，甚至还有许多能让人静下心来的庭园。而从舒适的角度，京都的美食与文化体验丰富，加上路况很好，绝对是座适合散策的城市。分享7条把京都第一或唯一的特色串起来的散策路线，多的是双脚才能踩出的趣味。第1条散策路线是人气景点清水寺为起点的路线，参拜完后，沿着2年坂往市区的方向走。复古的街道有许多餐厅及商店，还有一家世界唯一的榻榻米星巴克。看到经典的八坂塔景色后，再到超灵验的八坂神社祈求平安，沿着街道往鸭川的方向走。这一区的巷子里有很多餐厅，不论是亲民的拉面，或是高级的怀石料理，绝对能品尝到最能代表日本的料理。
如果还有体力，可以走到鸭川边，沿着河岸散步，或是学京都人一样，坐在岸边吹着微风，让河水洗涤心灵的疲累。第二条散策路线是京都最有名的一条小路——哲学之道。从南端的南禅寺出发，途中会经过红叶民所永观堂，以及一间隐藏的小寺院法兰院，最后在东山文化发源地的银阁寺结束。哲学之道全长虽然只有2公里，但沿途有许多咖啡馆及小餐厅，加上这几间知名度高的特色寺院，慢慢走上一天，就像哲学家一样，在散步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第3条散策路线是从市区北边的金阁寺出发，沿着衣挂之路，把另外2个世界遗产龙安寺及玉寺仁和寺串在一起。如果时间还够，可以从仁和寺走到妙心寺，从北斗门进入腹地广大的妙心寺参观特色紫苑。这里的庭园很幽静，和人潮爆满的世界遗产会形成反差的感受，是始于美感刺激，终于心灵平静的一段旅程。第4条散策路线是位在洛北的义城市地区，这里介于市区与郊区之间，但人潮少很多，可以很安静地享受一个人的散策时光。以曼殊院为起点，沿途是高品质的红叶林，经过隐藏在树林中的陆生神社，再走到充满历史故事的圆光寺，旁边是浪漫美名的思仙堂。如果体力还够，可以走到深山的离谷山不动院，这里有许多让人会心一笑的狸猫，让这段心灵之旅留下有趣的回忆。第5条散策路线是在人潮爆满的蓝山景区中，走一条人烟稀少的路线。从拥有1200座罗汉石像的爱当念佛寺出发，沿着复古街区的嵯峨鸟居本，在小巷中找到岐王寺和燕离庵。这里一个充满翠绿的青苔，另一个被火红的秋叶环抱着，有股隐士的凄美。再走到二尊院，通过红叶隧道，感受古时贵族的优雅。最后到竹林旁边的大河内山庄，用开阔的视野感受京都的韵味。第6条散策路线要在南边将2个京都第一串联在一起。
先在福建道和大社花1个上午穿越千本鸟居，这是世界上最多鸟居的地方，绵延整座山头。爬完山后，再走到枫叶之王的东福寺，壮观的成片红叶，感动程度不输给上午看到的千本鸟居。这是一段视觉飨宴之旅，结束在波澜壮阔的余韵之中。最后一条散策路线要到茶之京都的宇治，宇治川的两岸各坐落一间世界遗产，一间是现存最古老神社建筑的宇治上神社，另一间是极致对称美感的平等院凤凰堂。走在街道上或是河岸边，隐约还能嗅出茶香。每隔几步就有一家抹茶制品的商店或餐厅，让这段散策路线从视觉到味觉都获得了满足。不光是历史的丰富性能把古迹串联成许多散策路线，京都文化的丰富性还可以从不同的切入点规划成其他主题的散策路线。也许有人更钟情于吃，可以从岐原北边的一本桥出发，开始往南边走，穿越岐原的巷弄中寻找京式美食，再穿过4条大桥往西走，沿着木屋町通，或是走到京都厨房锦市场，再挑剔的嘴都会臣服于这里的美味。也有人沉迷于具有年代感的老店和古建筑，在乌丸浴池到鸭川的这块区域内，可以试试没有目的的漫步。街道旁随处一间老屋，就是一家100年老店。在京都漫步，有股强烈的穿越感，有种脱离现实的感觉，却又让人觉得非常真实，好像卸下自己的心防，这座城市就会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一切。不是用观光的心态，而是来京都生活的态度，好像更能以自己的节奏融入这座城市的格局。即使是不起眼的角落，都能感受到绵长的韵味。奈良是比京都更早的首都，也是日本第1个首都，于西元710年建成。不过只持续了70多年的政治中心地位，就往北迁都到长冈京了。奈良时代，日本朝廷多次派出遣唐使，带回来各种中国的文物。大和文化和唐文化渐渐融合成日式的天平文化，也就是贵族及佛教文化。奈良时代后期，僧侣活跃于朝廷，影响力甚至凌驾于律法之上。桓武天皇为了要削弱佛教势力对政治的渗透，于是将首都迁到平安京，
从地理上与寺院的守旧势力拉开距离。留下来的东大寺、药师寺、兴福寺等佛教兴盛期所建的寺庙，还保持一定的繁荣。为了和北边的平安京做出区隔，被称作南都。奈良的腹地比较小，这些知名的寺院位置比较集中，加上距离大阪只有20公里，有90%的游客都是采日归旅行的方式到奈良观光，真正会留下来过夜的人并不多。虽然成为首都的时间比较短，面积也比较小，不过还是留下了不少日本第一或唯一的头衔。东大寺的大佛是日本最大的佛像，高达15公尺。而为了容纳这尊佛像，东大寺也是最大的木造建筑。春日大社以众多灯笼而闻名，而这里也有日本最古老的石灯笼。兴福寺的中金堂里还供奉着日本最古老的木造佛像。这些日本第一都集中在奈良公园这一区，非常适合串联成一个一日行程，用最有效率的方式阅读日本的历史故事。这条散策路线从圆泽池出发，穿过完整保存奈良时代木造五重塔的兴福寺，再到隐藏的庭园吉成园，离开后再走到东大寺看看大佛，最后走到春日大社，感受被小路包围的疗愈。这条是日归旅行的游客最常走的路线，周围商店及餐厅很多，非常适合第一次来奈良的游客。如果是第二次来奈良，我推荐另外2种旅游方式。一种是去吉野山上住一晚，另一种则是串联特色寺院的主题旅游。吉野山位在奈良南部的郊区，被登录为世界遗产，整座山都是充满灵气的能量景点。到山上住一晚，就能很从容的散策。从金峰山寺开始走，再到一目千本的吉水神社看樱花，往山上走1个小时，会到吉野水分神社。这里视野非常好，心胸都变得开阔了。最后再走到如意轮寺，祈求身体健康。虽然在山上，但完全不用担心吃住的问题。贩卖招牌甜品天人的百年老店80吉，唯一一家鳗鱼饭餐厅太古畔，还有超过250年历史的日式旅馆锦盛之树方云馆。本以为是来山上修身养性的旅程，却享尽了天堂般的舒适及愉悦。奈良市区或是吉野山上景点比较集中，可以用走路的方式来游览，而其他景点比较分散，可能就需要代步工具了。奈良大和四世巡礼是由4间超过1200年历史的寺院组成的旅游路线，以高价值的有形文化财为主题，串联成一段历史考古之旅。
藏在深山的潭山神社，有个罕见的经典画面：被红叶包围的13重塔，像是向上无限延伸的希望。占地面积超大的江原神宫里，庄严之外是洗涤人心之后留下的感动。法隆寺是日本第一批入选世界遗产的寺院，可以在这里看到许多最古老的建筑。从历史、从建筑、从美景，或是从信仰，各种不同的切入角度，满足每位想探索不凡的旅人。相较于适合用生活的心态体验的京都，奈良比较像是为了转换心情而出发的城市。超越经典的历史，影响千古的根基，在奈良漫步，像是开启人生的小冒险，随处都有出乎意料的惊喜，时时接受感官的冲击。位在神奈川县的镰仓，是镰仓幕府的发源地。和京都奈良一样，同样是日式传统文化和历史爱好者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西元1185年，源赖朝建立了第一个武家政权镰仓幕府，这标志着日本从贵族向武士阶层统治的转变。镰仓幕府结束于1333年，历史遗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加上这里是日本最早接触西洋文化的地区之一，以致镰仓有股和洋交融的典雅，这是另外2个古都所没有的独特气质。镰仓时代的特色是武士道精神的崛起，以及佛教禅宗的兴盛。这些艺术及文化在今天的镰仓仍然可以看到。镰仓面朝相模湾，被3面群山环绕，军事上易守难攻的地形，也为现代的镰仓保留了历史文化的足迹。这些古老的风貌刺激了许多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镰仓的身影。镰仓兴起的时间比奈良和京都都晚，自然少了很多第一或唯一的头衔。不过，同样是佛教文化的圣地，还是有不少相关的有趣故事。镰仓象征之一的大佛，是大小仅次于奈良大佛的佛像。只是大殿在15世纪的一场海啸中摧毁，就变成现在的露天佛像了。镰仓和奈良都有一座长谷寺，
这2间寺庙竟然有一尊一模一样的观音像。其实这尊观音像原先是用一棵林木雕成2尊一样的观音像，一尊放在奈良长谷寺，另一尊本来被抛进海里，后来飘到了镰仓附近，捞起来后就在镰仓也建了一座长谷寺，像是在2个地方相互辉映。虽然地势高低起伏，但镰仓的路况很好，用走路的方式游览不会太费力。分享4条适合散策的路线。第1条散策路线是饱览山海绝景以及小岛风情的经典路线。先在七里之滨海滩享用早餐，看看富士山与海岸同框的绝景后，可以走在沙滩上，或是沿着马路走向江之岛。途中会经过灌篮高手的经典平交道，一定要在这里重拾热血的回忆。穿过江之岛大桥，就在江之岛等待夕阳。第2条散策路线，先从极乐寺站出发，光是车站正面就能拍出文青感十足的照片。走到成就院后，开始往下走，有条山海同框的马路，顺着路走会到电车及鸟居同框的玉林神社，近距离当个一日铁道迷。接着往长谷寺前进，除了高大的观音像不能错过，在健行台远眺镰仓的街道和大海，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体验。最后走到高德院看大佛，感受内心的平静与疗愈。第3条散策路线，先从别称竹寺的报国寺出发，参拜完连作家川端康成都点赞的寺院后，再到隐藏的瑰宝寺院进妙寺。清幽的环境只听得到山里的虫鸣鸟叫，散步的过程，连心中的杂念也渐渐消失了。再到镰仓宫祈求转运除恶，往深山的方向走，会到另一个宝藏寺院瑞泉寺。隐藏在深处的名胜庭园，像是隐士的高手，低调却又让人难忘。最后1条散策路线是从北镰仓站出发的寺院巡礼路线，禅意满满的静智院当作第1站，走在其中，树林过滤了外在的噪音，只留下内心的平静。接着到别称紫阳花市的明月院，就算过了花季，金黄橙红的树海
留下的是另一种感动。走路约10分钟，会到建长寺。这里除了古迹建筑和庭园，还可以爬到高处看山看海。层层山脉身后，竟然是相模湾，有点像是神秘嘉宾出现一样的小惊喜。最后走到别具历史意义的鹤冈八幡宫，结束这段禅意十足的古迹巡礼。除了串联古迹、沙滩和美景的散策路线，还可以把文学或影视作品的场景当作主题，变成一段浪漫又文艺的路线。四肢愈合的电影《海街日记》，小川系的小说《山茶花文具店》，电视剧《倒数第二次恋爱》，谢雅人主演的奇幻电影《镰仓物语》，重现电影的画面，启发无限的灵感。当然，也可以只是单纯的在沙滩上走走，累了就在旁边的美式餐厅喝杯咖啡，不用太多的行程安排，身心就能获得最大的放松。镰仓比另外2个古都多了海的元素，氛围却大大的不同。也许是海风吹出的慵懒，漫步在镰仓，多了一股松弛感。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思绪打结的时候，来这里吹一吹海风，烦恼好像都会自动消失，灵感也好像会自动出现。这就是古都镰仓的魔力。古都透露出来的慢节奏，是一种格调，也是对千年不变的景色展现的从容自信。用双脚丈量古都的历史，透过五感丰富旅行的记忆，随着城市的节奏流动，把摸不到的旧时光变成烙印在心头的情节，一点一滴带到生命里，像是微弱的光芒，却能照亮夜半乡愁的身影。古都散策不只是旅游的一种方式，而是沉淀心情的一段旅程，也是与自我内心对话，找到永恒信仰的一种态度。京都、奈良、镰仓，你来过哪座城市了呢？
你是如何体验古都的生活呢？如果可以选择，你想在哪座城市住上一辈子呢？如果你也喜欢在古都里漫步，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和我一起享受旅游的乐趣，找到开启世界的新视野。오늘도 로쿠 요로시구네. We could spend the summer